君梦是。结婚5年，他只知道我英语好，却不知道我是自由翻译，精通6国语言。Bonne nuit, ma chérie。法语是其中最熟练的一种。早上7点半，他在跟别人说晚安，时差刚好是和法国的时差。这种温柔，他曾经只给过我。念念，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加班，你别等我了。好，加班注意身体。放心。我没有当场揭穿他，因为我想知道，一个男人到底能把谎撒到什么地步。这是昨天下午的照片，这背景，这落地窗，还有这盆琴叶龙。这是他的办公室，琴叶龙是我送他的。给你，永远。5年前，他在我们的婚戒内侧刻的，就是这句。念念，你让我查的人我已经查到了。是他们公司新来的法务总监，法国留学回来的，现在是周衍的直属下级。没有任何和周衍的合照，很谨慎。念念，今天下班早，我买了食材，打算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周衍，你们公司新来的法务是法国回来的？你怎么知道？糖糖说的，他有朋友在你们公司。哦，是有这么个人，业务能力还不错。叫什么来着？苏眠。好听。一般吧。多吃点。念念，最近翻译的那几个项目还顺不顺利？挺顺利的，几个大客户的初稿都过审了。那就好，别太累着自己。都是常规台。接下来他的问题，我一一回答，笑容得体。下周开始对接。身体上吃得消吗？今晚，念念，我手机响了吗？没注意。哦。周衍，你知道吗？你越是在我面前表现的正常，我就越觉得恶心。不是对你，是对那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自己。我和周衍有一个共同的匿名博客，是我们刚恋爱时建的，叫南风知我意。念念，这上面的法语你写的？你会法语？哪有啊，我就只会这几句，照着书上一笔一画抄的。就算你是抄的，那也是专门写给我的，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Les Fay， 这种低级拼写错误，拼写错误，用词制止，不像是周衍的文风。
他学的是商务法语，用词精确冷硬。这段文字浪漫、稚稚又矫情，倒像是一个法语初学者写的情书。老公，怎么了？我想起我们那个博客好久没更新了，刚才看了一眼，全是以前的回忆。是吗？我最近太忙了，都没过上去看。我今天翻了翻以前的照片和诗，还挺怀念的。怀念什么？人都在你身边呢。乖，改天我空了，咱们一起上去写一篇。他大概是去检查了，发现了苏棉写的那篇，然后慌了。他锁了我们的回忆，就像锁一扇不再欢迎我的门。妈，还没睡。念念，我胸口疼，喘不上气。妈，你怎么了？别吓我！你现在能动吗？妈，你听着，坚持一下，我现在就过去，我现在就去。接电话。念念，怎么了？我妈突然胸痛，我要送她去医院，你快来！什么？严不严重？不知道，她喘不上气，你快点过来帮帮我。行，我这边还有个应酬，我尽快脱身。多快？最多半小时。妈，你坚持住！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家属直播，请在外面等待。让我进去，我是他女儿。妈，请冷静点，一进去只会干扰抢救。妈！家属去2楼把欠费缴了，手术室那边等着拿药。快点啊，后面还等着呢。对不起，对不起，不能行，换人啊！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周岩，我妈急性心梗抢救中，你在哪儿？已读，没有回复。求你了，快来！10点半，11点，11点半，还没来。1个半小时。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病人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但情况还不稳定，需要马上签字做进一步手术。别急，林小姐，我扶着你，慢慢写。Merci pour cette belle soirée， 谢谢这个美妙的夜晚。
坚持坚持，3个月的稿费快到账了。念念，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周岩，念念，我来了，妈怎么样了？脱离危险了。你昨晚在哪儿？我说了呀，应酬，后来喝多了。跟谁？客户。哪个客户？法国那边的代理商，你不认识？在哪家餐厅？一个私房菜馆，新开的，名字我记不太清。烛光眼餐，对吧？2个人握着手的那种应酬，对吧？念念，你在说什么？我在说，我妈在里面插着管子抢救的时候，你在跟苏婉吃烛光晚餐。你手上戴着我送你的表，握着她的手。周岩，你跟我说手机没电，可那条消息是手机发的，对吧？念念，不是这样的，你听我，那是哪样的？你告诉我是哪样的？别说了，你走吧，这里不需要你。念念，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这张照片发布的时间是凌晨0点43分，那时候我妈刚从急救室推出来。我在走廊上给你打第5个电话，你说手机没电，可这张照片里你的手腕上戴着我送的表，握着她的手，在吃烛光晚餐。你走吧，别在这丢人。念念，阿姨怎么样了？暂时稳定了。周衍呢？他来过，走了。你发现了？我朋友说，苏婉在公司里挺高调的，经常出入周衍办公室。高调？他们现在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念念，妈，你醒了，别乱动。医生说你需要休息。老太太，可算醒了。你女儿守了你整整1夜，眼睛都没合。对不起，念念，妈又让你担心了。别说傻话，只要你没事儿，让我守多久都行。好好养一个病，什么都别想。周衍呢？怎么没看见他？他公司突然有个紧急项目，正忙着呢，晚点就过来。念念，你们小两口要好好的，别因为我耽误他的事儿，更别吵架，听见没？知道了，妈，我们好着呢。念念，妈好点了吗？求你回我个电话好吗？
林小姐，好消息，你母亲情况稳定，可以转入普通病房观察了。还得住1周左右，你回去给病人收拾一些换洗衣服，带点必备的日用品过来吧。好，谢谢护士。念念，你终于回来了。谁让你进来的？这是我家，我回自己家。你的家？周衍，你脑子坏掉了吗？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本子上只有我的名字。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不是你的家。念念，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我说了，这不是你的家，带着你的花滚出去。念念，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没接到电话，那是因为你替我解释，好不好？错了。解释什么？怎么又要说你跟素眠只是工作关系，还是要说你那天晚上真的只是喝多了，手机刚好没电了？我承认我那天没去医院是我的错，但我跟素眠真的没什么，那天真的是代理商应酬。代理商应酬？哪个代理商需要你带着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去跟他十指相扣吃烛光晚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应酬到需要改掉我们用了5年的博客密码。周衍，你是怕我看到他在那上面写给你的东西吗？你真当我是个聋子，还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我眼皮子底下和他互诉衷肠？你全都知道了？我全都知道。这是我这几天整理出来的全部证据。周衍，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念念，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给你永远，周衍，这句话熟不熟悉？5年前你把它刻在我们的婚戒上，说这是对我一辈子的承诺。现在你把它原封不动地写给你的直属下级，你的永远原来只值5年。念念，我错了。别碰我！我妈在急救室里插着管子生死未卜的时候，我给你打了5个电话，你人在哪儿？你在跟他度过所谓美妙的夜晚。周衍，你扪心自问，对得起我，对得起这个家吗？念念，我爸出事了，我真的不知道啊！要是知道，我肯定会赶过去的。那几天我压力太大了，是我一时糊涂，是我的错。念念，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但我跟他真的什么都不算，是他主动凑上来的，但我真的没懂珍惜我最爱的只有你啊！周衍，结婚5年，你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自由翻译。你以为我只会英语？我精通6国语言，而法语是我最擅长的。你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每一句我想你了，每一句晚安亲爱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从1个月前你第一次用法语跟他说晚安亲爱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我没有当场拆穿你，只是想看看一个男人到底能把谎撒到什么程度，你能在我面前装到什么时候。你跟他开共享相册，你背着我改掉我们用了5年的博客密码，在我妈躺在急救室里生死一线的时候，你穿着我给你约好的西装陪她去吃烛光午餐。周衍，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你处心积虑的算计，让他一时糊涂。我跟他已经彻底断了，真的，我以后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都不会再跟他有半分交集。念念，我发誓。你发什么誓？发誓你还爱我，发誓你会改，发誓你再也不会了。我会改的，念念，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弥补你。机会？周衍，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什么吗？你说你会用一辈子对我好，永远不让我失望。机会我给过你，是你自己不要的。去年我生日，我说想去法国看薰衣草，你说工作忙，改天再说。今年我们结婚纪念日，
我订了餐厅，你临时说要陪客户应酬。上个月我发烧烧到39度，你说在加班，让我自己去医院。周烨，每一次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可你陪苏恋吃烛光野餐，陪他逛商场、看电影、去酒吧，你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给了他，现在你来问我要机会。这些花，还有你在这个家里的所有东西，3天内给我搬走。念念，不要！别碰我！我以为在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周衍会要点脸，会就此放弃，但我错了。接下来的1个星期，他像疯了一样，开始了他那令人作呕的自我感动。念念，念念，你先别看文件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拿开。念念，你不是一直想去法国看薰衣草吗？去年我太忙了没陪你去，是我的错。我现在有时间了，我买了2张机票，商务舱。我们现在就走，行李不用收拾了，到了那边我全给你买新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让你放手。念念，去看看吧，你最喜欢的那片花海现在正好是花期，我们把国内的这些烂摊子都抛开，就我们2个人去法国，去浪漫一次，好不好？去法国，去看薰衣草。我去年想去的时候，你用一句改天再说敷衍了事，现在你就想用2张机票换我的原谅，迟来的弥补一文不值，请你出去。哇，念念，你老公又来接你下班了，手里捧着什么？那是城东那家排队都要排疯了的草莓千层吧？你老公也太浪漫、太有耐心了吧！我听说他都在这站了1整天了。浪漫什么啊，怪吓人的！要不要叫保安过来？念念，你下班了。念念，这是你最喜欢的草莓千层。那家店生意太好了，我怕买不到你爱吃的口味，早上没开门我就去了，我排了整整3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的，给你。念念，你吃一口吧，你以前最爱吃这个了。先生，请不要在公司门口纠缠我们的员工。念念，你回来了！你看，你看这个，念念，你看，这是我们第1次约会，那天下了好大的雨，我脱了外套给你挡雨，对不对？还有这个，这是我们第1次去旅行，我们在海边看日出，你说你想看一辈子的大海。念念，我把我们从恋爱到结婚的所有照片全都找出来了，我连夜做成了下册，一共5本，整整5本啊！念念，我记得每一个瞬间，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的美好。我求求你，你看在这些回忆的份上，别不要我好不好？你说你记得每一个瞬间，可你忘了，我妈在急救室里生死未卜的时候，你在哪儿？出去！哎呦，这不是小周吗？怎么跪在走廊里啊？
一大早就跪这儿了，看这架势是犯了什么大错，被老婆赶出来了。小两口闹矛盾也不能堵在楼道里啊，多影响邻居。念念，你终于肯见我了。周岩，你在演戏给谁看？我没有演戏，我是真的。念念，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离不开你。我跟苏眠已经彻底分开了。念念，你看，我当着你的面把他的社交账号、电话、所有联系方式全都删了。公司那边走了正常流程，我已经让财务给他结清工资，以后再也不会见他。真的，我发誓。念念，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房子、车子、钱全给你，只要你别离开我。周岩，你真的不明白吗？我要的从来不是这些，我要的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是你在我生病的时候能陪我去，而不是一句加班让我自己去医院，是你在我妈出事的时候能赶过来帮我，而不是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吃烛光晚餐，是你在我们的婚姻里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可是这些你都没给过。念念，你不是说给过我机会吗？现在再给我一次，就这一次，我求你了。我保证，我发誓，我一定会改的，我会用余生来证明我有多爱你。你先别离婚，行吗？你先跟我回家，我们慢慢来，日子还长，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周岩，你还记得吗？3年前，你第一次因为应酬放我鸽子，我在家里等了你一整晚，饭菜热了又凉。我问你，以后会不会还这样？周岩，以后你都会这么忙，都会这样不回家吃饭吗？念念，对不起，相信我，等我在这边工作稳定下来就好了。以后我天天陪你吃饭。我问你，以后会不会还这样？你说，念念，相信我，工作稳定下来就好了。2年前你升职了，应酬变得更多了，10天有8天半夜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我说我想要个孩子，想要个完整的家。老公，我们今年要个孩子吧。念念，再等等，现在事业正是上升期，我哪有精力管孩子？听话。去年我过生日，我说我想去旅行。周岩，下个月我们去旅行好不好？攻略我都做好了。念念，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别在这添乱了，行吗？你说，念念，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周岩，你数过吗？这5年里，你跟我说了多少次等等？你让我等你工作稳定，等你升职加薪，等你忙完一个又一个永远也忙不完的项目，我等了你整整5年。我把一个女人最好的5年都耗在了等待上，可我等来的是什么？等来的是你背着我，跟你的女下属用法语说情话。是你做贼心虚，把我们记录了5年感情的社交软件改了密码。是你在我妈躺在急救室里，在我最崩溃、最无助、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带着我送的表和别人过你那美妙的夜晚。念念，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打我骂我都行，求你别不要我。放手。周岩，你让我等了5年，现在轮到你等了。念念，不，你听我说，我会改的，我真的会改，我发誓我会用我的下半辈子来。你说你要用时间证明你会改变，行，你去证明吧，但不是跟我。我已经不想等了。念念，不要关门！念念。
念念，念念，你开门，求求你了，你把门打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混蛋，我不是人，念念，我不能再有你啊！林女士，离婚协议已经起草完毕，您看一下。念念，你还爱我对不对？你肯定还爱我，如果不爱，你怎么会这么生气？念念，你心里还有我。念念，看在5年的份上，给我一次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你们不我，念念，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理我。签字吧。这是什么？离婚协议。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归我；车是你工作后买的，归你；家里的存款全部对半分。你说的对，我确实爱过你，但周衍，爱是会耗尽的。你一次次的因为应酬缺席，一次次的用改天来敷衍我，一次次的把这个家放在你所有事情的最后面。你现在已经被我发现了，后悔了，想挽回了。可是周衍，晚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不会的，念念，你骗我，你不会不爱我的。我们在一起整整5年啊，5年，你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5年，周衍，你有什么脸跟我提这5年？周衍，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第1年，我每天等你回家吃饭，饭菜热了凉，凉了热，最后倒掉。第2年，我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过节。第3年，我开始习惯你的缺席，习惯你的敷衍，习惯你的谎言。第4年，我发现自己笑得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少。第5年，我遇见了那个会说6国语言的自己，他提醒我，我曾经是个多么骄傲的人。周衍，是你一点点的把那个骄傲的我变成了一个在婚姻里卑微等待的女人。对不起，念念，对不起，我改，我以后一定改。现在你说你会改，你会对我好，可我已经不需要了。我要找回那个骄傲的自己。协议书在桌上，你考虑清楚了就签。我不签。如果不签，那就法院见。周衍没有签字，他开始疯狂的折腾。念念，你手机响了1上午了，怎么不接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没事。那是谁啊？打得这么执着？电信垃圾信息罢了，不用管。念念，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把我拉黑了是不是？念念，你给我5分钟，就5分钟，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不好？放手！这里是公司门口，你想让保安把你轰走吗？甚至跑去医院，想通过我妈来劝我。妈，念念，周衍跑来医院找我，他跪在床前跟我说了，你们要离婚。为什么？你们不是好好的吗？妈，他有了外心。念念，妈知道你委屈，可你们5年的感情，好好的一个家，妈是怕你真离了，往后一个人难啊。他要是真心知道错了，你要不要再想想？他今天跑到我病床前，哭得那叫一个惨，
他现在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我看他也是真心回国。你们5年的感情不容易，你就原谅他吧。妈，你知道那天晚上您急性心梗发作在急救室里抢救的时候，周远在哪儿吗？他不是说在忙工作，手机没电了吗？他在陪别的女人吃烛光野餐。您在里面插着管子，我一个人站在抢救室门外的走廊上，急得像个疯子一样。我给他打了好多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妈，您告诉我，在您命悬一线的时候，他陪着别的女人风花雪月，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担惊受怕，这样的男人，您觉得还值得原谅吗？念念，妈劝你和，是以为他平时对你好，怕你离了婚一个人孤单无依。可要是他连这种要命的时候都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不顾，那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妻子。这样的男人咱们不要了。离，念念，你决定了，妈就支持你。妈绝不能看着你在这种男人身边受委屈。只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心里难受了就跟妈说，别什么都自己硬扛着，听见没？妈，您放心，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您安心养病。妈信你。念念，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一辈子太长，他只坚持了5年，准确的说是坚持到他事业稳定，不再需要我的鼓励和支持为止。念念，我今天去了那家甜品店，这次我花钱找了代牌，买到了你最爱吃的那个草莓千层。念念，我还去了你说过好几次的那家法餐厅，我找了好多人，用了双倍的价钱，终于订到了你一直想去的那个靠窗位子。我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老电影院找出来了，虽然翻新了，但他们这周末在重映我们当年看的那部电影。念念，你说你想要努力做，我都给你补上。你回来好不好？或者我搬回去，我真的离不开你啊，念念。念念，我去找苏眠了。我当着公司几位高管的面，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我告诉他，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只有你灵念，是他主动越界，我们之间从来没什么。我还去公司人事部申请了调岗，我连法务总监的汇报线都换了，以后我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工作和私下的交集。念念，你听到了吗？我在改了，我真的在改，我用行动证明了。周衍，这些事你应该在有外心之前想到。我知道我错了，可是念念人都会犯错的，我保证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是周衍，这已经是你第无数次说最后一次了。第一次放我瓜子，你说最后一次；第一次忘记我的生日，你说最后一次；第一次让我一个人烧到39度去医院打点滴，你还是说最后一次。哑巴了。念念，
我知道以前是我亏欠你太多，我会用行动证明的，不是嘴上说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改变。我们先不离婚，好吗？你先跟我回家，哪怕分房睡也行。我就是想让你看到，我是真的在努力。回家，分房睡。周衍啊，周衍，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做出这副摇尾乞怜的姿态，我就一定要配合你的演出？真是可笑。周衍，你知道我最失望的时候吗？不是你有外心的时候，是我妈在急救室，我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给你打了5个电话，你一个都没接的时候。是我抱着手机，看着你和苏眠的聊天记录，看到你对他用法语说晚安亲爱的的时候。是我发现我们的社交软件密码被改了，发现你把我们的回忆死死锁起来，却给他留了一把钥匙的时候。周衍，在那些时刻，我的心就已经死了。你现在做什么都晚了。念念，你会后悔的。你以为离开我你能过得多好？你会后悔失去我这样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你胡说！我这5年是怎么对你的？你凭什么说我不爱你？那你说说，我最喜欢吃什么？草莓千层。那是5年前。2年前我就不吃甜食了，因为体检查出血糖偏高。我拿着体检报告跟你说过，你当时盯着手机回消息，随口说了一句知道了。结果呢？结果你还是每次惹我生气后买一堆甜品来哄我。我最喜欢什么颜色？蓝色。是墨绿色。我3年前就跟你说过，你根本不记得。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是3月17号。周衍，你连我的生日都记不住，你居然有脸说你爱我？其实你谁也不爱，你爱的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叫做念念的妻子。你爱的是那个对你言听计从，永远在家里等待你，永远体谅你应酬加班的贤内助，而不是真正的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念念，我真的爱你，我不能没有这个家。够了，周衍，离婚证下周1就能拿。从今以后，我们再无瓜葛。祝你前程似锦。念念，念念，你回来！我不能没有你。念念，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眼泪，因为所有的眼泪都已经在那些个周眼不归的深夜，那些个无望的等待里流干了。Un espresso et un croissant, s'il vous plaît. Très bien, madame, tout de suite. 天呐，林大翻译官，你这气场简直脱胎换骨啊！你专门从纽约飞过来看我，就是为了夸我的？夸是真的，不过，念念，你瘦了。最近比较忙，接了这个来巴黎的翻译项目，
为期3个月，每天要对接各种外宾，连轴转。搞事业的女人就是最美的。Merci。哎，国内圈子里最近八卦可不少，听说周衍辞职了。听说是他在那家公司混不下去了，背后天天被人指指点点，最后只能卷铺盖走人，去了另一个城市。我那朋友说，他刚离婚那阵子颓废了很久，整天泡在酒吧里借酒浇愁，喝得烂醉如泥也没人管。不过也有人说，他后来去了新公司，现在很拼，没日没夜的加班，像是受了什么大刺激，非要向别人证明什么似的。他想证明什么是他的事，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不过说起那个苏眠呢，你猜怎么着？他怎么了？他倒是过得风生水起，精明得很。周衍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撇清了所有关系，转头就跟公司里另一位高管在一起了。听说进展快得很，都已经订婚了。其实，在医院决裂那天之后，我就联系了苏眠，我们私下见了一面，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你是林念，周衍的妻子。林小姐找我有什么事？没什么，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些事。Il me dit que tu es la plus belle chose qui me soit arrivée. Il me dit bonne nuit, mon amour, tous les soirs avant de dormir. Il a gravé « à toi toujours » à l'intérieur de notre alliance de mariage. Et il a écrit la même chose sur un post-it et l'a mis sous ton verre à vin.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没关系，我今天来不是来骂你的，也不是来跟你抢什么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这张照片拍摄的那天晚上，我母亲急性心梗，在急救室里抢救。我给她打了5个电话，她一个都没接。她带着我送的生日礼物，握着你的手跟你吃烛光晚餐。周衍这个人擅长给每个女人画饼。他跟我说过一辈子，跟你也说过永远。他的情话很便宜，谁都能给。你要是真喜欢他，尽管拿去。但我提醒你一句，今天他能背着我跟你在一起，明天他就能背着你跟别人在一起。Au fait, votre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bonne. Vous pouvez pousser le temps. Vous pouvez pratiquer quand vous avez le temps. 我没有任何胜利的快感，只觉得很累。2个女人被同一个男人骗，一个伤了婚姻，一个伤了感情，输家从来只有我们。后来他跟我说他是被骗的，他不知道周衍有家室。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了，我绝不会再为周衍这个男人浪费任何一丝一毫的情绪。念念，那你呢？快乐吗？快乐，这是真正的快乐，是我这5年来很久没有过的快乐。这半年，我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全新的生活。我接了很多顶级峰会的翻译项目，我去了很多国家，我见了很多有趣的人，听了无数种不同的人生。我突然发现，离开周衍之后，世界竟然这么大。糖糖，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竟然可以活这么自由。对了，我可听咱们圈子里的人说了个大八卦，听说最近有人在疯狂追你。谁在那乱说八道呢？根本没有的事儿，还装。就你那个大客户，那个法国顶尖建筑师叫 Lux 对吧？上次咱们几个部门一起开那个跨国视频会议的时候，他在屏幕里看你的眼神简直能拉丝了，那眼神绝对不对劲儿。你胡说什么呢？那就是正常的商务交流，人家那是尊重合作伙伴。
虽然嘴上这么跟糖糖说，但我心里清楚，确实有些异样。Lux 是个非常绅士的法国人，他是顶尖的建筑师，而且和我一样，也精通6国语言。我们合作过几次大型跨国项目，每次会议结束，我们总能从建筑艺术聊到各国语言的韵律，非常聊得来。直到上周五的傍晚，上周他发信息约我去塞纳河边散步，我盯着那条信息犹豫了很久很久，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好几次，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Nian, crois-toi au destin? J'ai cru autrefois, mais plus maintenant. Pourquoi? Parce que j'ai réalisé qu'au lieu d'attendre que le destin décide pour moi, il vaut mieux le créer soi-même. Tu es vraiment une femme extraordinaire. Alors Nian, j'aimerais te courtiser. De la manière la plus officielle et sérieuse qui soit. 然后呢？你答应那个大帅哥没有啊？我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哎呀，这么好的男人，你还犹豫什么啊？我没有立刻答应，因为我还需要时间。我需要时间来治愈过去的伤痕，我需要时间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去成长，去遇见一个更好的、更值得被爱的自己。但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属于我的全新的人生。念念，国内寄过去的快递拆开没？周衍这脸皮也太厚了吧，结婚居然还敢给你发请柬。这新娘是谁啊？名字挺陌生的。听说这回找了个圈外人，好像是个老师，性格特别温柔贤惠那种。而且我跟你说，圈子里现在都在传，周衍这人简直像中邪了一样，彻底收敛了。他现在啊，一到点就准时下班，谁叫都不去，绝对不再应酬到半夜。对那个未婚妻更是100%顺的，再也没敢敷衍过半句。大家都说他现在这副24孝好男人的德行，跟当年刚进公司死皮赖脸追你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他好像真的变了。是变了，只是这份好现在给了别人。念念，你跟我说实话，看他为了别人这样，你不难受吗？不难受。糖糖，我看着这张请柬，心里真的是毫无波澜。好了，我等下还有个外宾的翻译会要开，先不跟你说了。行，搞事业最重要，空了聊，拜拜，亲爱的。拜拜。我不仅不难受，甚至还有一丝庆幸，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心软，没有在无尽的失望里去等他慢慢改变。我更庆幸，那个改变的周衍，不是因为我的等待和包容换来的，而是因为彻底失去了我，摔得头破血流，他才懂得了什么叫珍惜。可惜，周衍，这个道理你明白得太晚了。Tu es magnifique aujourd'hui. 法语，这是我最熟悉的语言，但此刻，它却不再让我想起任何不愉快的回忆。念念，我爱你。我知道你曾经经历过很深的伤害，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慢慢治愈你。我不会让你无望的等待，不会让你失望，
更不会在任何你需要我的时候缺席。念念，我会让你看到，爱一个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的眼神真诚而坚定，不是周衍当年那种脱口而出冲动的承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Look， 我也想试试看，但我需要时间。我有的是时间，念念，我等你准备好，不管多久。我找到了一个真正懂得什么叫一辈子的人。在机场，我遇见了周衍。他瘦了很多，才30出头的人，头发居然有些花白了，看起来像40多岁，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态。念念，你过得好吗？很好。你呢？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谢谢。她是个好女孩，很温柔，很体贴。她值得我对她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念念，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当年是我不好，是我混蛋，是我鬼迷心窍，不懂珍惜。我失去你之后才明白你有多好，可惜已经晚了。是啊，晚了。周衍，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肯原谅你吗？因为我背叛了你，因为我有外心。不是因为你有外心，而是因为你在我妈生死关头的缺席。那一刻，我才真正看清了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答案是没有。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只有你的事业，你的面子，你那点可悲的欲望。而我林念，只是你用来维持好男人人设的一个配角，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替换的那种配角。不是这样的，念念，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周衍，你现在会对你的新婚妻子好，不是因为你多爱她，而是因为你失去了我，你摔得头破血流，你才被迫学会了珍惜。但这份珍惜本该属于我，可你却在学会怎么爱我之前，先把我弄丢了。所以周衍，你欠我的，你这辈子永远都还不清，而我也不需要你还了。念念，你现在过得幸福吗？很幸福，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幸福10000倍。我没有回头，因为那个曾经会为了他的眼泪，为了他一举一动心疼的念念，已经彻底死了。死在那个深夜医院冰冷的走廊上，死在那5个永远没人接听的电话里，死在那句手机没电了的荒谬谎言里。而现在站在阳光下的我，是重生后的念念，是那个精通6国语言、独立自信，再也不需要在婚姻里卑微等待的念念，是那个终于找回了自己，做回主宰者。